歡迎嚟到懸疑檔案。Randy 係一位居住喺 Forsyth County 嘅消防員，佢非常熱愛佢嘅工作，亦都好享受呢份工為佢帶嚟嘅使命感。2000年對於 Randy 嚟講係禍不單行嘅一年，佢喺一次工作中唔小心喺消防車度跌咗落嚟，並跌斷咗個鼻。經過手術治療之後，佢又感染咗葡萄球菌，仲對生命造成咗威脅。雖然 Randy 最終都係喺鬼門關度被救咗返嚟，但係佢嘅健康狀況就每況愈下。2001年1月，Randy 嘅朋友嚟到屋企探佢，就發現佢成個人四肢癱瘓咁瞓咗喺廚房嘅地板度，旁邊仲有嘔吐物。當朋友過去將佢扶起身嗰陣， Randy 仲出現咗幻覺，將朋友當成咗佢嘅寵物雀，並開始語無倫次。喺急症室，醫生診斷 Randy 患上咗嚴重嘅病毒性腸胃炎。喺經過咗幾日嘅住院治療之後， Randy 獲准出院返屋企。喺同居女友嘅悉心照顧之下， Randy 嘅病情逐漸好轉，再過幾日應該就可以康復啦。但係32歲嘅 Randy 就喺2001年1月22號不幸過身。經過解剖之後，法醫冇喺 Randy 嘅體內檢測出任何酒精同埋毒品，但係就發現 Randy 患有心臟肥大症，所以法醫確認 Randy 係因為心臟病發猝死㗎。Randy 嘅屋企人都唔知道佢有心臟問題，大家都冇辦法接受 Randy 就咁就走咗。幾個禮拜嘅時間過咗， Randy 嘅屋企人亦都慢慢接受咗佢嘅離開，但係 Randy 嘅媽媽 Nita 就喺呢個時候收到咗一封陌生嘅信件，入邊寫住：我對你個仔嘅離開感到遺憾，我個仔 Glenn 喺6年前亦都離奇咁死亡。寄信嘅人叫做 Katie， 居住喺隔籬一個叫做 Cobb County 嘅小鎮度。佢個仔 Glenn 喺死亡之前嘅症狀亦都同 Randy 非常相似。當時31歲嘅 Glenn 亦都患上咗病毒性腸胃炎。除咗又屙又嘔之外，佢仲開始出現幻覺，經常語無倫次。有一晚 Glenn 又出現咗幻覺，佢認為有賊闖入咗佢間屋，所以佢就拎起咗支槍，準備同個賊對峙。Glenn 嘅妻子花咗一段時間先至成功說服佢上床瞓覺。第二日早晨， Glenn 覺得自己嘅狀態唔錯，所以就打咗個電話俾媽媽 Katie，仲表示自己陣間就會去到警局返工。但係幾個鐘頭之後， Katie 就收到咗 Glenn 嘅死信。驗屍報告指出 Glenn 係因為心律不正先至會突然猝死。不過 Katie 就認為 Glenn 嘅死因有可疑，因為 Glenn 從來都冇心臟問題。於是 Katie 不斷要求警方對仔仔嘅死亡展開調查，但係就一直被拒絕。警方表示驗屍報告已經證實咗 Glenn 係自然死亡㗎，所以冇必要勞民傷財展開調查。無奈之下 Katie 唯有接受呢個事實。直到而家，兩家人先發現咗驚人嘅巧合。除咗死因相似之外， Randy 同 Glenn 仲有好多共通點。佢哋當時都正值壯年，喺紀律部隊工作，而且身邊仲有同一個女人 Lynn 出生於1968年。當佢仲係 BB 嘅時候，親生媽媽就將佢送咗俾其他人領養。佢嘅養母叫做 Helen， 係一位法律助理。喺Lynn 5歲嗰年， Helen 同丈夫離咗婚，並帶住佢改嫁。但係 Lynn 就一直冇辦法同繼父好好咁相處。佢喺青少年時期開始濫藥，仲因為咁而被養母送咗入醫院接受治療。高中畢業之後， Lynn 進入咗大學，並取得副學士學位。之後佢喺大學嘅法律學院做文員，亦都係喺呢個時候 Lynn 開始迷上咗身穿制服嘅執法人員。每當見到警車停喺路邊嗰陣，佢都會行過去同車入邊嘅警員傾偈。1990年 Lynn 決定要考警察，但係佢就無法通過心理評估，所以最後只能夠成為一位911接線員。1991年 Lynn 喺一場 party 度認識咗警員 Glenn，雙方一見鍾情，好快就墮入愛河。1993年8月，佢哋就結咗婚，而 Lynn 亦都辭咗份工。不過
Glenn 嘅屋企人都對 Lynn 嘅印象非常唔好，尤其係 Glenn 嘅媽媽 Katie， 佢覺得 Lynn 嘅控制欲好強，而且對佢哋非常冷淡，好似從來都冇將佢哋當成屋企人。更加令人不安嘅係，喺兩夫妻結婚嘅幾日之後， Glenn 就將人壽保險嘅受益人轉咗做 Lynn 嘅名。之後 Lynn 開始大肆揮霍，使錢買豪華房車同埋奢侈品，仲因為咁而爭咗好多卡數。身為警員嘅 Glenn 月薪大約只有2000美元，佢喺收工之後仲必須去到油站做兼職賺錢，先至勉強可以幫 Lynn 還卡數。對於丈夫嘅犧牲，Lynn 似乎覺得係理所當然噶，佢依然冇改變胡亂揮霍嘅壞習慣，仲經常抌低丈夫同自己嘅朋友四周圍玩，最後仲越嚟越少返屋企。有傳聞話 Lynn 喺呢個時候已經有咗好多段嘅婚外情。1995年喺忍無可忍嘅情況之下， Glenn 決定要同 Lynn 離婚，但係佢就喺呢個時候大病一場，最終不幸離世。最令人感到心寒嘅係 Lynn 竟然喺丈夫嘅喪禮度不斷咁打電話俾保險公司詢問賠償金嘅詳情。雖然呢一點好可疑，但係法醫認為 Glenn 嘅死因冇可疑，所以警方亦都冇展開調查，而 Lynn 亦都成功領取到15萬美元嘅保險賠償金。呢個時候 Lynn 已經同 Randy 喺埋一齊，佢搬到咗 Forsyth County 同 Randy 同居。佢哋冇登記結婚，但係就以夫妻嘅名義一齊生活，並誕下咗一對仔女。警方對 Lynn 進行咗背景調查，佢嘅身家清白，冇犯罪記錄。當警方向 Lynn 問話嘅時候，佢表示呢兩件事只係不幸嘅巧合，而佢就咁黑仔做咗2次寡婦。之後警方得知 Randy 亦都有一份人壽保險，不過金額只有35000美元。警方認為 Lynn 唔太可能會為咗呢筆錢而狠下毒手。雖然金額唔大，但係 Lynn 都係好急不及待想要拎到呢筆錢。喺 Randy 嘅喪禮度， Lynn 一直心不在焉，不斷忙住打電話俾保險公司。知道咗雙方家屬嘅疑慮之後，法醫翻閱咗 Glenn 同 Randy 嘅檔案。雖然佢哋嘅毒理檢測報告都冇發現異常，但係佢哋嘅驗屍報告都有提到佢哋嘅腎臟有草酸鈣結晶體，呢個可能係服藥所導致嘅，亦都有可能係防凍劑中毒嘅現象。Randy 嘅毒理檢測項目又包括咗乙二醇檢測，亦即係防凍劑嘅主要成分，但係結果就呈陰性。針對呢一點，法醫覺得好奇怪，喺同毒理檢測部門討論之後，先至發現當時佢哋輸入系統嘅數值有錯誤。喺修改咗系統嘅數值之後，檢測結果顯示 Randy 嘅體內含有致命劑量嘅乙二醇，亦即係話 Randy 係因為防凍劑中毒而死噶。如果想要知道 Glenn 到底有冇中毒，而家只有一個方法，喺得到咗 Glenn 屋企人嘅同意之後，警方挖出咗 Glenn 嘅遺體開棺驗屍。呢一次，法醫喺 Glenn 嘅體內檢測出大量嘅防凍劑，而 Lynn 就即刻成為咗頭號嫌疑人。深入調查之後，警方發現 Lynn 喺 Randy 過身之前嘅一段時間，曾經去過當地嘅一間動物收容所。佢同職員講，自己嘅屋企附近有好多流浪貓，佢想要買幫動物安樂死嘅藥物，不過職員拒絕咗佢嘅要求。另外，警方亦都喺銀行嗰度得知，佢爭咗好多卡數，一直都冇還錢。喺 Randy 過身嘅幾個禮拜之前， Lynn 突然同銀行經理講，佢保證自己喺幾個禮拜之後一定會將卡數還清。睇起嚟 Lynn 已經早有預謀，想要將 Randy 殺死。警方相信 Lynn 係因為金錢先至會對兩任丈夫狠下毒手。有證據顯示 Glenn 同 Randy 喺臨終之前都曾經食咗 Lynn 準備嘅食物。喺 Glenn 過身之後， Lynn 得到咗15萬美元嘅保險賠償金，同埋每個月750美元嘅撫恤金。之後佢認識咗 Randy， 而佢一直唔願意同 Randy 結婚嘅原因係因為佢唔想放棄嗰筆撫恤金。跟住佢說服 Randy 買咗一份價值20萬美元嘅人壽保險，令佢成為受益人。
之後佢故技重施，向 Randy 投毒。正當佢滿懷期待想要領取保險金嘅時候，先至發現原來 Randy 一早已經取消咗呢份保單。2002年11月1號 Lynn 被警方逮捕，並被起訴2項一級謀殺嘅罪名。2004年4月30號 Glen 單案正式開審。喺整個審訊過程中， Lynn 都表現得好淡定，佢否認咗控罪，並稱自己係逝者家人過度反應同埋媒體炒作之下嘅受害者。不過陪審團只係用咗4個鐘頭就做出咗有罪嘅裁決， Lynn 被判終身監禁。2007年3月 Lynn 又因為謀殺 Randy 而被定罪，當時控方要求法官判處 Lynn 死刑，不過 Lynn 嘅養母 Helen 就喺庭上幫養女求情，希望法官可以睇在 Lynn 一對年幼仔女嘅份上，對佢網開一面。最終 Lynn 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2010年8月30號 Lynn 喺監獄服食過量藥物自殺，終年42歲。